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私货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来说说游戏抽卡的问题。情況是這樣的，前段時間呢，我在玩一個手遊裡面就有着和現在很多遊戲都一樣的充值抽卡環節。然後呢，我手很黑堪稱黑手黨，一輪抽下來呢，幾千塊錢下去就感覺水花都沒有一個。後來呢，我還學了一個詞叫做非酋非洲酋長，說的就是我這種。天空是蔚藍色，窗外有千紙。有和我類似經歷的朋友呢，請扣一。然後這邊引發了我一個專業上的好奇那就是抽卡本身是否構成賭博呢？可能這就是律師吧。我們最討厭的地方就在於，當我們覺得自己受害的時候，總想在對方身上找點茬，煩死了。我先說我有這個懷疑，是因為作為老人家我經歷過不用抽卡的時候。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你想要什麼道具遊戲商城裡明碼標價，而現在的玩法就高級了。運氣不來，一些稀缺產品你抽到傾家蕩產都抽不到。抽獎呢，就是一個以小博大，用財物換取貨物概率，且結果存在偶然性的事情。而什麼是賭博呢？根據刑法的大拿張明凱教授的觀點賭博就是就偶然的輸贏以財物進行賭試或博戲。在這個概念下，兩個行為呢就具備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與此同時在遊戲中遊戲規則是由廠商設置，賠率即抽到珍稀物品的概率呢也由他們予以制定。左看右看，他們臉上不就寫着莊家兩個字嗎？然後我便做了一些基礎的研究，發現此事呢並不簡單。為了健康快樂的賺錢，廠商們沒少下法律功夫。無論從刑法還是從行政法規的角度現在但凡正規點的遊戲廠商都對此做了非常充分且極為精妙的法律準備。我們先說刑法，法律規定呢，賭博罪和開設賭場罪，而這兩個罪名呢，其實都在刑法第303條。原文是以盈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是賭博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而開設賭場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法律這個行業呢，改動一個字，半個圖書館都會成為廢紙。我們從這則法條倒推你會通過一個基本邏輯，發現遊戲廠商們是如何規避自身風險的。第一個細節是通過法律規定你會發現要認定遊戲廠商構成開設賭場罪，前提是玩家構成賭博行為。邏輯很簡單，如果玩家沒有賭博，那就不能說我開設賭場。而如果你認定玩家行為就是賭博，那豈不是玩家也要受到法律的有關評價嗎？而第二個細節是認定玩家是否構成賭博要件在認定玩家是否以盈利為目的。比如說你賭錢去澳門賭場性感荷官在線發牌，裡面很多人呢是想着通過賭博來賺錢的，而我們通過充值、抽武將、抽裝備是以娛樂消遣為目的，還是以盈利為目的呢？如果只是娛樂消遣，那我們就不是賭博，要進一步認定遊戲廠商構成開設賭場也就有了難度。再倒推第三個細節是否以盈利為目的，有個非常直接的推斷標準，即虛擬籌碼等虛擬財產能否反向流轉。比如你充了100塊錢，獲得了100金，抽一次卡98金，你抽中獲得價值500金的獎品，你是否可以把這獎品直接兌成500塊錢呢？如果不可以，遊戲財物難以直接變現，那你要說玩家構成賭博，並進而認定廠商構成開設賭場，也就存在難度。而最後一點是為什麼遊戲貨幣不能反向流轉呢？最直接的原因是關於規範網絡遊戲經營秩序查禁利用網絡遊戲賭博的通知中明確規定，不得提供遊戲積分交易、兌換或以虛擬貨幣等方式變相兌換現金財物的服務。而更核心的原因是虛擬財產有沒有一般財產同等的法律地位，目前法律呢尚未有明確的規定。這點呢，我們之前有期視頻曾經聊過，在民法典發布以前其實立法專家們是準備明確虛擬財產的地位的。民法典起草人之一的楊立新教授在《民法總則規定網絡虛擬財產的含義及重要價值》一文中就曾經說過，為了適應互聯網時代和大數據時代的發展，原本立法草案裡呢是打算把網絡虛擬財產和收入、儲蓄、房屋等放在一起，明確規定這些財產權利受法律保護的。甚至該條在第2次專家討論會上，學者們也沒有了太大爭議。但後來呢，對於網絡虛擬財產的這部分規定突然出現了很多社會上強烈的反對意見，他們呢便對此模糊化處理了。至於社會上的意見是哪些意見，除了法律人士，誰會這麼關心並參與這方面的立法？文章沒說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說啊，只要虛擬財產不享有和一般財產同樣的法律地位，那這不僅僅對遊戲方，對整個互聯網行業來說都是重大利好。比如你看你所玩遊戲的用戶協議裡面是不是規定了賬號、貨幣、裝備的所有權都是歸廠商所有呢？而你只有使用權。再比如呢，現在都在鼓吹元宇宙，日後你在元宇宙裡所構建和消費的一切，若法律不調整，所有權廠商也會在協議裡約定屬於他自己的。在倒推完畢後啊，現在我們再正推一下，要認定遊戲廠商的抽卡涉嫌開設賭場罪呢，你得先確定啊，虛擬財產也是財產，並可自由轉換為法定貨幣，再認定啊，玩家抽獎是以盈利為目的，是賭博，最後呢，才能認定廠商涉嫌開設賭場罪。因此啊，說啊，遊戲廠商涉嫌開設賭場罪難度很大，所以朋友們明白了嗎？我倒也不是大氣黨啊，我只是想說，法律環節環環相扣，你所看到的現狀背後法律上的原因很多。除開刑法後啊，我們再來看看行政法規的規定。關於網遊的抽獎限制，有一個核心文件非常重要，就是關於加強網絡遊戲虛擬貨幣交易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第20條規定啊，網絡遊戲運營企業不得在用戶直接投入現金或虛擬貨幣的前提下，採取抽籤、押寶、隨機抽取等偶然方式分配遊戲道具或虛擬貨幣。需要注意的是啊，這個文件呢，目前並沒有被廢止。然後你單閱讀本條會發現，這條規定對抽獎模式很致命啊，很針對。文件不是早就禁止這麼玩，把他們安排得明明白白了嗎？然後呢，有2把武器出現在了遊戲廠商們面前。第一把武器呢是新規。2016年呢，文化部就出具了2016 32號文件，其中第2條第6點就提出啊，網絡遊戲運營企業採取隨機抽取方式提供虛擬道具和增值服務的啊，不得要求用戶以直接投入法定貨幣或者網絡遊戲虛擬貨幣的方式參與。然後呢，因公示可能抽取或者合成的所有虛擬道具和增值服務的名稱、性能、內容、數量及抽取或合成的概率。這條新規貌似前半句和此前文件精神是一致的，但後半句呢就很重要了，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啊，以前你就不許做，現在呢是在滿足條件的前提下，你還是可以做一做的。而第2把武器呢叫做一般性道具，文件規定不是說不能用網絡虛擬貨幣的方式參與嗎？那好，我也想2個辦法。第一是你抽卡用的不是網絡虛擬貨幣，而是一般性的道具。比如說啊，前段時間很火的《哈利波特》裡面呢，你抽卡是要圖書館通行證的，通行證是虛擬貨幣嗎？不是吧，是道具，所以呢，這個抽卡是合規的。而第2是強調附贈，比如說啊，你仔細研究一些網絡遊戲的說明啊，它會告訴你，你抽卡所花的錢其實買的是一些不起眼的小道具，而你的真實目的，比如啊，你想獲得某個極品的物品，只是對你購買小道具行為的附贈。妙啊！我都能想到这些公司的法律顧問對着規定冥思苦想許久，然後猛地一拍腦門的樣子。專業啊，朋友們，請將專業打在公屏上。啊，這個就叫專業。不行啊，我還不能放棄，那就是啊，有很多網絡玄學反饋啊，對於高氪的玩家，遊戲呢會玩大數據殺手，而對於低氪或者零氪的玩家，系統又會很智能的提升其抽到好卡的概率，以刺激消費。而面對這種情況呢，最新頒布的個人信息保護法總算可以救非丑們一命了。第24條規定啊，個人信息處理者利用個人信息進行自動化決策，就應當保證決策的透明度和結果的公平公正，並且呢，據69條規定啊，舉證責任倒置，個人信息處理者呢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他自己就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等侵權責任。同時呢，第71條規定，若個人信息處理者違法構成犯罪的呢，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啊，若朋友們覺得自己權益被侵害，根據第70條規定，你們可以集體向人民檢察院法律規定的消費者組織和國家網信部門確定的組織投訴，他們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新規剛出不久啊，改變需要時間，希望遊戲廠商們呢在依法合規，重點是不把玩家當韭菜的前提下，越辦越好。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這就是真實的法律世界。在真實的法律世界裡，法律並不全然代表正義，有時它還是工具。我是法山，一個可以增進你法律見識的律師。成熟睿智的朋友看到這裡已經一鍵3連並保持關注，我們下期再見。